神鹿所说的这番话虽然刺耳，但楚风却觉得神鹿说的很对。神鹿帮自己的是情分，但绝对不是义务。仙喵喵是楚风的朋友，楚风可以找人帮忙，但别人若是拒绝，楚风也完全没有理由记恨他人。多谢前辈今日相助。楚风对神鹿说完这句话，便不再说其他的，而是看向了圣光不语以及圣光白眉等人。他们从刚刚到现在一直注视着楚风，并且目光颇为复杂。毕竟他们都知道，刚刚能够脱困，靠的都是楚风。就在刚刚，他们也跟随楚风一同体验了那不可思议的速度。楚风再一次颠覆了他们的想象，同时也是非常好奇，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手段，能够在阴刃大师那种力量面前轻松逃脱？不，那已经还不能说是逃，而是走的那种速度之下，楚风简直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阴刃大师根本无可奈何，他根本没有阻拦楚风的本事，只是因为他们看出楚风表情凝重，所以也一直没有询问，而是静静在一旁等待着。三位前辈，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们，一次机缘之下，晚辈得到了一股极为强大的力量，我说不清它的来历，它很神秘，我至今也不了解它，但这股力量曾多次救我，只是这力量不受我所控。就比如刚刚，的确是他赋予了我力量，我们才得以脱困，但却并非是我来掌控。若是我来掌控，必然也将笑笑公主一起带出来，尽快将喵喵从其灵魂之中剥离而出。只是奈何，这力量是我无法掌控的，这也是为何我当日面对白眉前辈，明明受困，可却并未逃脱的原因。我的确拥有可以逃脱的力量，只是这力量若不愿意帮我，我也没有办法。楚风看出他们渴望的心态，于是对圣光白眉三人解释起来。如今他们已是共患生死，楚风觉得没必要隐瞒他们。楚风少侠果然是有大气运之人，你也不用气馁，这样的力量必然来历不凡，而他愿意选择你，必然也是看中了你的天赋，迟早会彻底为你所用。圣光白眉对楚风夸赞道。对于这样的夸赞，楚风也只是笑了笑，只是笑的却是十分勉强。他自然知道那神鹿是看中了自己，可现在神鹿的力量不能为自己所用。楚风面对阴刃大师仍然十分无力，就像在圣谷发现有人保护自己。楚风猜测那个人可能是卧龙武宗宗主，但也只是猜测，不能确定，毕竟对方没有露面。何况就算真的是卧龙武宗宗主，他应该也不会帮自己来解决眼前的麻烦。而若是只依靠自己，他根本无法抗衡阴刃大师，也无法抗衡九魂圣族。弱小的无力感再次困扰住了楚风。虽说他一直在成长，已战胜了无数个对手，可在他的前方永远有更强大的对手等着他。所以楚风很清楚，他还很弱小，他要走的路仍然很长。除非站在这浩瀚修武界的顶端，否则就会像现在一样，他仍然有无法战胜的对手，也就仍然无法真正的守护自己想要守护之人。楚风少侠，老夫算是看出来了，你与喵喵公主乃是有着过命的交情，就冲你这份情谊，这件事我圣谷绝对不会置之不理。我告诉你，那阴刃老贼虽然不弱，但其实也是不足畏惧，就算九魂圣族同样不足畏惧。待我圣谷的圣主大人出关，必然会帮你讨个公道。至于眼下，我觉得喵喵公主对那阴刃老贼还有用，应该不会有生命安危，你也不用太过担心。圣光白眉对楚风安抚道。只是楚风的情绪却并未因此而好转，那阴刃大师给人的感觉十分诡异。楚风现在只能猜测到，九魂圣族和笑笑公主很可能也都是被阴刃大师所利用，此人必然酝酿着天大的阴谋。只是那到底是何阴谋，楚风也不清楚，只知道此人非常危险。仙喵喵在这样的人手中，楚风怎能不担心？楚风，我已经与白眉大人商量过了，我先回到圣谷之中，等待圣主大人出关。待圣主大人出关，我立刻将此事禀告圣主大人。圣光不语也是说道。多谢两位前辈。楚风抱拳施礼，是发自内心的感激他们。阴刃大师很强，并且此人十分狡诈，这绝对是一个难缠的对手，相信正常的人都不愿意与这样阴险的家伙为敌。至于九魂圣族就更不用说了，那可是统治九魂天河的霸主，已压制圣光天河多年。现在圣谷这两位愿意因为楚风与阴刃大师和九魂圣族为敌，并且看他们的架势可不是说说而已，这让楚风怎能不动容？楚风小友，你这样说可就不对了，刚刚若不是你，我们也都是在劫难逃，若非要说，我们可是欠你一个救命之恩。圣光不语说道。楚风少侠，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老夫借用你的一句话，现在可不是你楚风自己的事情了，而是我整个圣光天河与九魂天河的事情。就算是没有你，我圣谷也绝对咽不下这口气。圣光白眉说道。前辈，既然如此，客套话我就不说了，但请你们相信我，我楚风是一个感恩之人，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楚风此话说完，又补充道。那我们现在就回去吗？若是可以选，楚风还是想依靠自己，可现在他太担心仙喵喵了，想尽快将仙喵喵救出来。既然圣谷愿意帮忙，楚风还是愿意借助圣谷的力量。不，老夫自己回去，你与白眉大人还有念天兄还有其他地方要去。话到此处，圣光不语露出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其他地方，而楚风则是有些不解，可是却发现不仅圣光不语笑眯眯地看着自己，圣光白眉和念天道人也都是笑眯眯地看着自己，尤其是念天道人那种眼神，就好像是有天大的好事在等着楚风一样。楚风小友，你天赋如此过人，不仅仅是楚氏天族的荣耀，也是我圣光天河的荣耀。圣光不语开口了，他没有直接说，而是先夸赞了楚风一句，随后才为楚风讲述起事情的经过。原来圣谷虽然处于隐士状态，但并没有真的闭关不出，反而经常会巡视圣光天河与九魂天河，所以莫说是圣光天河、九魂天河，他们也是得到了不少好处。而早在多年之前，还曾在九魂天河内也是发现了一处无人知晓的修武者遗迹。那座遗迹的主人究竟是谁，无人知晓，只知道是一位远古时期强者。
并且将其部分传承留在那座遗迹之中。若能得到传承，必然非同小可。但是那遗迹与许多遗迹一样，是有要求的，那就是只有小辈可以踏入。这倒是与诸葛家的传承大阵很像，但却有一点不同。诸葛家的传承大阵是较为安全的，只要自己不犯糊涂，就算失败也没事，还有机会重来。可是圣谷发现的传承遗迹却不一样，只有一次机会，要么成功，要么失败。若是失败了，那就只能命丧其中。圣谷垂涎于这遗迹的传承，曾有多位天才踏入其中，可无一例外，全部丧命在内。可哪怕如此，圣谷也并未将其列为禁地，反而是在等待圣谷有优秀天才出现，必然要重新踏入。而当今的圣谷可以说是小辈天才最卓越的一代，按理来说早就应该挑战那传承遗迹了。可正因为当今学校辈是圣谷最卓越、最有望的一代，圣谷反而害怕了。当代圣谷的小辈乃是圣谷的希望，圣谷也完全有能力对他们进行培养。只要正常成长，他们必然会将圣谷推向一个新的高峰。而让他们以生命为代价去挑战不确定的传承，那无异于是拔苗助长。圣谷不愿意担此风险，所以哪怕有当今小辈曾提出过要挑战这传承遗迹，圣主也始终没有同意。可是圣光白眉和圣光不语都见识到了楚风的天赋，他们觉得若是楚风前去挑战，必然能够成功。换句话说，若是楚风都无法成功，恐怕天底下也就没人能够成功了。于是他们商量之后决定带着楚风去那传承遗迹，这是他们自己决定的。所以此举等于是先斩后奏，毕竟这件事需要圣主大人同意，但他们相信他们圣主对于此事也不会有异议。楚风少侠，你的天赋虽然毋庸置疑，可那传承遗迹的凶险也绝非空穴来风，所以这件事还要你自己决定。若是你愿意，老夫就带你去；若是你不愿意，我们就一同回圣谷，等圣主大人出关，再找那阴刃老贼和九魂圣族族长报仇。讲述他们的意图之后，圣光白眉对楚风说道：“前辈，若我去了，圣主真的不会迁怒于你与不语前辈吗？”楚风有些顾虑，楚风不是怕有风险，他能有今日成就，就是因为他不怕风险，坚信富贵险中求这句话，也正因敢铤而走险，他才能从下界一路走到天河顶端。所以楚风担心的乃是圣光白眉与圣光不语。楚风担心他们私下决定将圣谷如此重要的修炼之地带着楚风去闯，从而害了他们。放心吧，圣主大人的性格我们还会不了解吗？他若知道你的所作所为，绝对会同意的。说白了，这传承遗迹，圣主不会让我圣谷小辈进入的，留着也是浪费，还不如让你一试呢。圣光白眉说道。好，那我们就去。楚风说道。见楚风同意，他们便立刻动身，兵分两路。圣光不语返回圣谷，而圣光白眉则是带着楚风与念天道人前往那传承遗迹。途中，楚风也询问过圣光白眉那传承到底是什么样的，只是圣光白眉也是不太了解，因为那传承禁地还是上一代圣主发现的。上一代圣主并未告诉他们发现传承遗迹的具体经过，只是告诉他们那传承禁地十分凶险，可里面的主人必然是十分利奥德的人物，若能够得到传承，必然收获极大。正因如此，哪怕那传承禁地如此凶险，圣谷也会让小辈进入尝试。尤其是上一代圣主执掌圣谷时期，几乎每年都会派小辈踏入其中。圣谷死在那里面的小辈没有上万也有几千了，可以说是损失惨重。听到这里，虽然对这来自远古时期的传承遗迹楚风仍不了解，可还是变得兴奋起来。他有一种直觉，若是能够在那里得到传承，自己的实力必然会突飞猛进。但同时，楚风也有着另外一种直觉，也不知道是不是受在阴刃大师那里失礼的影响，楚风变得没那么自信了。他总觉得此行可能不会一帆风顺，等待他们的也许会是狂风暴雨。但不管怎么样，总归还是要试一试。经过一番赶路，楚风等人跨越星域，来到了九魂天河，一座名为仙泉上界的世界之中，并且他们进入这个世界也没有停留，而是直奔一座平原。这平原表面来看平平无奇，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哪怕楚风的天眼也是看不出这里的特殊。可是圣光白眉却带着楚风与念天道人来到平原的特定地点之后，一路下潜，以他们的速度下潜了足足3个时辰，可想跨越了多深的距离。而就在3个时辰之后，楚风等人终于打穿了地面，浮现在他们眼前的乃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地底世界。这个地底世界极为广阔，江河山川应有尽有，一眼望去乃是一幅波澜壮阔却又美轮美奂的自然景象，并且这里充斥着极为浓郁的远古气息，甚至这里的许多参天大树和一些植物应该原本就是远古时期之物。虽说这里是在地底深处，可是由于上方的岩石散发着耀眼的光芒，所以这片地底世界也是被光芒所覆盖，甚至常年处于光芒之下，根本就没有黑夜一说。圣光白眉轻车熟路进入地底世界，也没有停留，而是快速前行。可是走着没多久，圣光白眉忽然停了下来。这一刻，楚风、圣光白眉以及念天道人同时将目光投向远处，那里其实距离他们非常远，可他们却发现了一道身影。这里其实是有远古生物的，看到远古生物也不至于让他们3人露出这样的神态。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那不是远古生物，那是一个小女孩，并且这个小女孩年龄很小，应该只有3岁的样子。她白白嫩嫩，十分可爱，尤其是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并且抛开可爱的模样不谈，这小女孩穿着十分华丽，不是说衣服造型华丽，而是她所穿着的服饰乃是价值不菲之物，说明她是出自富贵世家。可是在这里怎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小女孩呢？按照圣光白眉所言，这里本只有圣谷之人知晓，不该存在其他人才对。而看那小女孩的穿着打扮，明显是当代修武者的后代，并且来历不凡。她的出现说明了一件事，这里必然已是被其他人所发现，
并且发现此处的人绝对不容小觑。糟糕！忽然，楚风动身，且快速向小女孩的方向飞掠而去。楚风发现有一只远古生物忽然从地底出现，正在快速地向小女孩靠近。那远古生物实力并不强，只是无阻境，对于楚风而言如蝼蚁一般。可是这对于一个3岁的女童，可却是十分危险的。然而，就在楚风靠近的同时，那小女孩却猛然跃起，直接落在了远古巨兽身上。只见小女孩一拳轰下，紧接着扑哧一声，那长达100米的远古巨兽竟被那小女孩一拳便轰成了肉泥。见此一幕，莫说靠近的楚风，就连远处的圣光白眉与念天道人也都是瞠目结舌。那小女孩只有3岁的样子，正常来说，许多大家族的小辈也都没有正式修武，这个年纪本该没有任何修为才是。可是那小女孩刚刚所散发出的修为却是真仙境，真仙境，那是楚风耗费了多少年的努力，经历了多少凶险才踏入的境界吗？而这个只有3岁模样的小女孩，竟然具备了。在这样的小女孩面前，哪怕对楚风的天才之名，也是显得不值一提。若非要说有妖孽，这女童才是真正的妖孽。可就在她被小女孩的实力惊到的时候，那小女孩却忽然抬头看向了楚风，这一幕更让楚风意外。虽然楚风已经到了能够阻止那远古巨兽的距离，可实际上他距离小女孩仍有着较远的距离。正常来说，哪怕小女孩是真仙境，也不该发现如此距离的楚风。可是小女孩不仅发现了楚风，她看到楚风之后还十分高兴。只见她一双美眸眯成2道月牙，踏空而航，向楚风狂奔而来，并且她一边狂奔，还一边高举一双小手，那是想要抱抱的动作。最主要的是，她还开始呼唤，她所呼唤的词语更是让楚风内心大震。爹爹，爹爹！看着眼前这个小女孩，亲昵地叫着自己爹爹。再仔细看小女孩的模样，楚风脑海之中浮现出了一个人，夭夭，那个楚风从修罗藏的带出来的女婴。可是按照那女婴的年纪来看，她现在应该还远远不足1周岁的小娃娃，但眼前的小女孩却明明是3岁的模样。不仅仅是外表，而是楚风认真地观察了她的骨骼，她就是3岁，所以年龄上完全对不上啊！爹爹，爹爹！就在楚风思考的时候，小女孩已是来到近前，一个跳跃，直接扑入了楚风怀中。不仅小手紧紧地抱住楚风，小脸更是在楚风的怀里用力地蹭了起来。而小女孩接下来的话，更是让楚风确定了自己的猜测：爹爹终于来接夭夭了。小女孩虽然凶残到一拳将远古巨兽轰成肉泥，可声音却还是奶声奶气的，十分可爱。可是她的话语却是验证了楚风的猜测，这就是夭夭，那个修罗藏得的女婴。可是她怎么就这么大了？距离楚风与夭夭告别的时间明明没有过去这么久啊！夭夭，你怎么长这大了？楚风问道。呀，那夭夭应该多大呢？楚风这一问，夭夭也是眨巴着大眼睛，那满是懵懂的大眼睛之中充斥着疑惑。看着夭夭这个反应，楚风也是笑了，这还是个孩子啊，他哪里知道呢？但其实楚风短暂的不解之后，心中也已经有了一些猜测。夭夭本就特别，他对于修罗藏的也是有着特殊作用，既然本身就是特别的存在，那么他的身上发生超出常理的事情也是能够理解的。就像楚风也经常做到超乎常理的事情，让旁人难以理解，但是难以理解的事情未必就不会发生。而楚风在夭夭的身上倒是体验了一下那些人看他的心态。夭夭，你怎么会在这里？是婆婆带你来的吗？楚风问道。在楚风看来，夭夭基本上就是与道海仙姑一起来的。首先，夭夭是被楚风交给道海仙姑照顾的，且最重要的是，发现这样一个地方，道海仙姑应该也有这个本事。是婆婆带我来的，婆婆叫我在这里自己找吃东西。夭夭的回答再度验证了楚风的猜测，找吃东西？该不会那个刚刚被你打死的就是婆婆要你自己找的吃的吧？楚风问道。对呀，对呀，爹爹好聪明。嘻，夭夭笑嘻嘻地说道。而旁人听到一个小女孩说这样的话，肯定会被吓得不轻，但是楚风反而并未太过吃惊。他猛然间想起来，夭夭是需要吞噬本源的，想必他杀那远古巨兽也是为了炼化其本源吧。只是楚风没想到，道海仙姑将他带到这里来吞噬本源，并且还让夭夭自己狩猎。夭夭，除了婆婆，还有别人在这里吗？楚风再度问道。虽然看到夭夭，楚风也很高兴，但楚风更关心的还是此处的传承遗迹到底是什么情况，还有乐乐姐姐和菲菲姐姐。反正道海的好多姐姐都来了，还有一些夭夭讨厌的人，夭夭不喜欢他们。夭夭说道。还有别人？楚风心中也是泛起了嘀咕。夭夭，婆婆他们在哪？你能找到吗？楚风对夭夭问道。夭夭能找到，不过婆婆告诉夭夭，待在这里不能离开，要等她来接夭夭。夭夭十分乖巧地说着，那个模样可以看得出来，她非常听到海仙姑的话。可是很快，她又龇牙一笑。不过爹爹叫我去找婆婆的话，夭夭肯定是要听爹爹的。夭夭笑得很调皮，但仍然很甜。看着夭夭这可爱乖巧的模样，楚风也是不由得跟着笑了。虽然夭夭并非自己的孩子，可是在夭夭身上，楚风却感受到了做父亲的感觉。原来做父亲是这样的感觉，难怪天下父母愿意为了自己的儿女倾尽一切。虽然楚风与夭夭不熟，可是夭夭那亲昵的模样，楚风也有了一种拼死想要守护这个小家伙的感觉。夭夭，那位爹爹带路吧，我们去找婆婆和乐乐姐姐。楚风说道。好耶，好耶！夭夭给爹爹带路了耶！夭夭十分高兴，一只小手紧紧地牵着楚风，一边笑嘻嘻地带着楚风踏空而行，为楚风引路。楚风少侠，这真是你的女儿？那婆婆又是谁？圣光白眉与念天道人也是跟了过来，他们并没有现身，而是以暗中传音的方式与楚风交流。楚风也没有隐瞒，告知了圣光白眉与念天道人夭夭的来历，还有那婆婆就是仙海道姑。仙海道姑嘛，她是如何发现此处的？而听着小娃娃的意思，
好像除了道海的人外，还有其他人来到了此处。可是来时路上有我圣谷布置的结界，那结界明明完好无损，除非还有其他道路可以进入此处。圣光白眉心中也有着诸多疑问，楚风同样如此。随后经过他们的商量，圣光白眉和念天道人先不要露面，而是由楚风去探路。楚风不是提防道海仙姑，而是提防其他人。若只是道海仙姑的话，那一切都好商量，哪怕传承遗迹不拿了，楚风也能接受。可若是有其他人也惦记着此处的传承遗迹，那楚风可不会放手不管。毕竟来时路上曾听圣光白眉说过，他们圣谷没有派人看守此处，就是因为他们的前任圣主大人曾亲自布下一些结界机关。有那结界机关在，正常来说根本不会有人发现此处，就算有人发现了，也不会那么顺利的进入传承遗迹，因为结界机关主要还是针对传承遗迹进行守护的。而刚刚圣光白眉有看过那些结界钥匙，那些结界钥匙完好无损，说明此处的结界机关也是完好无损，这足以证明还没有人破开守护结界，踏入此处的传承遗迹。这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就是发现此处的人无法破开那守护结界，第二种就是发现此处的人只是发现了这个地底世界，根本就没有发现还有传承遗迹。所以楚风对此处的传承遗迹仍是充满期待的。在夭夭引路下，楚风等人来到了一座城池之外。城池虽然恢宏，但明显是刚刚建造不久，对于界灵师来说，这种规模的城池不过是挥手之间的事情而已。现在摆在楚风面前有两个消息，第一个消息可以说是一个好消息，这城池建立的地方能过明显感受到一股远古时期的气息，说明此处很可能有远古遗迹。为何说它是好消息？因为这个城池与圣光白眉所知的传承遗迹完全是两个位置，说明道海仙姑他们很可能是在这个地底世界发现了新的遗迹，并未发现圣谷所知道的传承遗迹。而第二个消息便不知是好还是坏了，他们能够感觉到城池内有着一股强大的气息，那是九品武尊的气息，这股气息毫无掩饰，因此楚风能够分辨出这气息的主人并非道海仙姑。既然不是道海仙姑，自然就是其他人。倘若此人是善类倒也算了，可倘若此人并非善类，那这样一个强者在这里，圣光白眉也要被压制，这对楚风等人而言自然就不是好消息。所以还未靠近城池，楚风便开始从远处打量起城池的情况。楚风发现城池的城门口处站着几道楚风熟悉的身影，乃是道海仙姑的弟子们。这些弟子楚风都见过，而其中一个叫宋菲菲的，楚风更是印象深刻。但是除了道海仙姑的弟子外，还有13位来自其他势力的男女，无一例外都是小辈。他们聚在门前，似是在交谈着什么，而这些小辈也都没有隐藏修为，所以楚风能感觉到他们的实力。其中有一位是武尊境，但也只是一品武尊，至于其他人便都是至尊境，也并非全部都是至尊巅峰，但就算不是至尊巅峰，也是至尊中期。而他们的腰间的令牌，可以知道他们来自各方势力，他们分别来自星幽谷、飞流天门、银鹤堂，而他们的穿着也都很特别，非常的精致。就比如星幽谷的弟子身上的长袍乃是宛如黑夜中的漫天繁星，飞流天门的服饰看上去宛如流动的瀑布，银鹤堂虽然只是雕刻着一只银鹤，可那银鹤不仅样貌神圣，栩栩如生，并且做工极佳。最主要的是，这3个势力的宗门长袍虽然各有特色，但却都是界灵长袍，上面流转着界灵师的气息。无一例外，那些小辈全部都是龙纹级圣袍界灵师，想必也掌握了龙变之感。只是在他们没有释放结界之力时，楚风也无法断定他们的龙变之感达到了第9重，全部都不是9魂天河的势力，但是也未曾听闻过是何方神圣。念天长老，你可认识？圣光白眉的声音响起，不仅仅是暗中传音于念天道人，也传给了楚风，所以楚风也是听得清楚，好像都是司徒界灵门的附属势力。念天道人说道：“司徒界灵门。”听到这5个字，楚风也是内心一震。关于司徒界灵门，不仅念天道人了解，就连圣光白眉也听说过。在他们闲聊的时候，楚风也是询问了司徒界灵门的来历。这司徒界灵门来自图腾天河，他们可并非小角色，而是图腾天河一方星域霸主。虽指一方星域霸主，可是图腾天河可不像是9魂天河和圣光天河，那是真正屹立于整个浩瀚修武界最顶尖的天河。所以司徒界灵门的实力很强，乃是有诸多神袍界灵师和半神境强者坐镇的庞然大物。正因司徒界灵门的强大，所以当之前在诸葛家司徒界灵门的人说出想要占领东域的话语后，就连圣光白眉他们也是十分重视。圣光不语，急着回到圣谷，也是为了将此事传达给圣谷。倘若司徒界灵门这种势力真的要攻打东域，那不只是9魂圣族的浩劫，对于圣谷而言也是颇为头疼。但楚风也忍不住在想，道海仙姑与司徒界灵门到底有何关系？就在楚风思考之际，他与夭夭已是靠近了城池，而那些人也是发现了楚风。何人？最先发现楚风的是一名来自星幽谷的男子，而他也是在场之中唯一一个武尊境的强者。当他发现楚风那一刻，不仅凝声质问，眼中更是涌现出了一抹杀意。那个架势，楚风若是回答不慎，他便会立刻将楚风除掉。楚风。而与此同时，宋菲菲等人也是发现了楚风。看到楚风，宋菲菲等到海仙姑的弟子同时御空而起，向楚风跑了过来。楚风，你怎么来了？是我师尊邀请你来的吗？宋菲菲看到楚风，满面笑容。不仅仅是他，道海的其他弟子同样是满面笑容。诸位姑娘，你们认识他？而与此同时，那位星幽谷的男子以及其他人也都是御空而起，来到了楚风身旁。只是楚风却注意到，他们乃是呈包围之势。不仅如此，他们的目光仍是满眼的警戒，那种眼神就像是在打量一个小偷的感觉，不仅仅是比喻那么简单。很显然，他们这个架势
可不是在欢迎楚风。看来这里有人不欢迎我呀。楚风说道。欢迎。心幽谷的男子轻蔑一笑，旋即对楚风说道：若不说清楚你是怎么来的，你就别想活着离开。邱师兄，楚风乃是我道海的朋友，并非外人。见状，宋菲菲赶忙解释：菲菲师妹，仙姑前辈可没有说过会有这样1号人物来到此处，而我们此行又是如此重要的大事，这种人怎么能让他进来呢？对待宋菲菲，这名姓邱的武尊境男子态度倒是友善了很多，但也只是与宋菲菲交谈的语气，对楚风的态度仍然十分强硬。楚风，你应该是受我师尊邀请而来吧？宋菲菲对楚风问道。楚风刚想说话，圣光白眉的传音便映入耳帘。楚风，这小子明显是看你不顺眼，没事找事，你就先说是受到海仙姑邀请而来，等你遇到海仙姑，再和他解释缘由，咱们自然不怕这种小杂碎。可若是那九品武尊找我们麻烦，可就不太妙了。听到这番话后，楚风也觉得很有道理，他自然不怕眼前这些杂鱼，可那九品武尊到底是何方神圣，眼下还不清楚。若是那位也要难为自己，那岂不是要吃大亏？于是楚风对宋菲菲点了点头，我正是前辈邀我而来。楚风说道。我就知道肯定是师尊邀请你来的，不然你怎么会找到这里呢？宋菲菲笑眯眯地说道。邀请的信函呢？邱姓男子伸手问道。没有邀请信函。楚风说道。没有邀请信函，你要如何证明你是受邀而来？邱姓男子用质问的语气说道。楚风没想到自己已经这样说了，对方还不要难为自己，这让楚风内心越发不爽起来。邱师兄，楚风与我道海关系极好，他是不会说谎的。宋菲菲替楚风解释道。菲菲师妹，我不是不相信你，只是此事关系重大，不仅仅关系着你道海的利益，也关系着我们的利益。除非仙姑前辈来证明是他邀请此人来此，否则我不会放他入城的。男人啊，将他关押起来。那邱姓男子依旧不依不饶，态度十分强硬。邱师兄，这样不行，楚风他不是外人，怎能将他关押起来？宋菲菲走到邱姓男子身旁，想为楚风求情，可是很显然他的求情并无作用。菲菲姐姐，抱抱我。道士夭夭不知何时来到了宋菲菲脚下，且伸出小手请求宋菲菲抱抱。宋菲菲很是疼爱夭夭，虽然知道现在不是管夭夭的时候，可是面对夭夭的请求，她还是将夭夭抱在了怀中。抱起夭夭之后，宋菲菲便想继续为楚风求情，而突然之间，惊人的一幕发生了。只见夭夭被抱起之后，她的小手竟打向了那邱姓男子，因为距离太近且毫无防备，夭夭的小手直接落在了邱姓男子的脸上。只不过邱姓男子修为太过强横，夭夭的小手就算很是用力，且拥有抹杀远古巨兽的力量，但是落在邱姓男子这位武尊境强者的脸上，却与挠痒痒无疑。你敢打我？尽管这一巴掌不痛不痒，可是邱姓男子还是动怒了，一双眼睛恶狠狠地盯着夭夭，那个架势，若不是此处有旁人在场，他可能会对夭夭这个小娃娃痛下杀手。夭夭，你这是干嘛？宋菲菲也被夭夭的举动吓到了，同时更是被邱姓男子的反应吓到了。他下意识的退后，其实是在保护夭夭。经过相处，他多少有点了解这个邱姓男子的性格，他真的害怕这个家伙会对夭夭出手。夭夭，快向邱哥哥道歉。拉开距离后，宋菲菲又对夭夭说道：我不，这个家伙敢欺负爹爹，就是欠打。哼，打他都是轻的，等夭夭大一点就抽干他的本源。夭夭小嘴一撅，还挥舞着小拳头，丝毫没有觉得自己做错的样子，反而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看着这样的夭夭，楚风原本有些严肃的脸上也是露出了一抹淡淡的笑容。真是想不到有一天会有一个小娃娃为自己出头，但是一个小娃娃居然敢为自己出头，却也是让楚风内心动容。小兔崽子，是不是给你脸了？见夭夭不知悔改，邱姓男子眼中怒色更浓。你叫谁小崽子？楚风开口了，且他的目光也是有了变化，但显然那邱姓男子并没发现楚风的变化。这有你说话的份吗？邱姓男子质问道。楚风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来到宋菲菲身旁，将夭夭从宋菲菲怀中抱到了自己怀中，这才看向邱姓男子。她是我女儿，你说有没有我说话的份？楚风凝声问道。原来这小丫头是你女儿，难怪如此没有教养，这样看来你就更没资格与我们为伍了。邱姓男子冷然一笑，竟然开始羞辱楚风，你是想死吗？楚风的面容变得阴沉，与此同时，一股寒意也是自其体内横扫而出。这一刻，莫说那邱姓男子，就连其他人也是身躯一颤，再度看向楚风，眼中充斥着复杂。他们都没有想到，这名看着不起眼的男子身上会散发出如此寒意，那寒意之恐怖，一时之间他们都被吓到了。楚风小友若忍无可忍，就狠狠地教训这小子，大不了传承不要了，但也不能惯着这个小杂碎。圣光白眉在一旁也是看得恼火，于是暗中对楚风说道。至于楚风，他也已经做好了狠狠教训此子的准备。他羞辱自己，楚风还能忍，毕竟经过多年磨练，楚风早已是能屈能伸。可是羞辱夭夭，楚风就忍不了了。怎么？我看你这样子是要杀人啊？杀谁？杀我吗？你知道我是谁吗？来来来，我就站在这里给你杀，你敢吗？邱姓男子虽然先前被楚风的寒意吓到了，可很快又恢复了常态，再度变得嚣张跋扈，甚至站在楚风身前，指着自己的脖子，当众挑衅楚风，大呼小叫，成何体统？可就在此时，忽然一道声音炸响，而听到那声音的一刻，楚风便心中一紧，抬头观望，只见一位老人正站在城头之上。看到这位，楚风的心中更是充满了疑惑，他怎么也在这里？因为这位也是一位熟人，站在城头之上的这个身影很瘦，不仅骨瘦如柴，身高也不高，只有1米出头。虽说头戴兜帽，看不清面容，可兜帽下垂落而出的
却是丝丝白发，尤其那露出来的手掌，不仅干瘪，更是满是皱纹与斑点，这些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年迈的老人，甚至年迈到他站在城头之上，旁人都会担心一阵大风吹过，把他从上面吹下来。但楚风却知道他不是一个老人，他的外貌只是伪装的，他是一个小辈，因为楚风认得他，他乃是怨神婆婆弟子。只是怨神婆婆弟子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前辈，你怎么也在这？楚风不由问道。虽然明明知道对方其实是小辈之身，可是由于当初的经历，楚风对他是有一份特别的尊敬的，因此还是习惯性的称其为前辈。我为什么不能在这？怨神婆婆的态度有些冷漠，那个样子就像是与楚风不熟一样。但是对于他的态度，楚风也不意外。先不说他本身就是冷漠之人，对楚风也是有些误会。楚风，你认识宋师姐？而此时宋菲菲则是有些诧异的看着楚风，她显然是没有想到楚风会认得怨神婆婆这位弟子，岂止认得？楚风微微一笑，看到怨神婆婆弟子那一刻，当初的经历也是不由映入眼帘。虽然那些事情也并未过去太久，可因为楚风后面经历的事情太多，再回想起当初也是充满感慨。但很快楚风想起了什么，于是赶忙看向宋菲菲。所以这样说来，怨神婆婆与仙姑前辈认的，岂止是认的？怨神婆婆是我们的师叔，不过这件事我们也是最近才知道。宋菲菲笑嘻嘻地说道，从她的表情看得出来，得知怨神婆婆是她的师叔，对她而言也是一种惊喜。毕竟在九魂天河，怨神婆婆与道海仙姑一样，都是威名赫赫的大人物，有这样的人物做师叔，他们也是多了一个靠山，这可真是让人意外。楚风十分感慨，之前他还真是没想到怨神婆婆与道海仙姑会有这样一层亲密的关系。那这样说来，怨神婆婆也来了？楚风对宋菲菲问道。对呀，师叔也来了。宋菲菲点了点头。听闻此话，楚风内心窃喜，龙小小容貌被毁，楚风无能为力。但是当初楚风容貌被毁，可是怨神婆婆帮他医治好的，如今又遇到怨神婆婆，楚风可不想错失这个机会。就算怨神婆婆不愿意亲自帮忙，楚风从她那里打探到医治方法，那也是极好的。前辈，你来的正好，此人来历不明，却想强闯，还请前辈做主。就在此时，那邱姓男子开口了，从他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对怨神婆婆弟子还是挺尊敬的。只是他这一开口就搬弄是非，反咬一口，却是楚风没想到的。你当我瞎吗？哪里见到他强闯了？明明是你们在刁难他。怨神婆婆弟子说道。邱姓男子显然没有想到刚刚的一切，怨神婆婆弟子都尽收眼底，这让他十分尴尬。前辈，我也是为我们此次行动考虑。邱姓男子辩解道。你可听闻过一句话，客随主便？你们远来是客，可也请你们搞清楚，谁是此处的主人？怨神婆婆弟子语气冷漠，甚至有着几分严厉。哼，面对怨神婆婆弟子如此严厉的态度，邱姓男子也是面露不爽，大袖一挥，便向城中飞掠而去。至于其他人，也是跟着离开。宋菲菲，你安排一下楚风。怨神婆婆弟子此话说完，便转身离去。走的时候看都没看楚风一眼，依旧显得十分冷漠。可是楚风却知道，怨神婆婆弟子特意这个时候出现，就是为楚风解围的，所以楚风不仅不怪他，反而是有些感激。随后楚风便被宋菲菲带入了城池之中，且安置在了一座宫殿之内。而楚风也是借着闲聊的功夫，开始打探此处的情况。宋菲菲对楚风十分信任，对于楚风的询问也是有问必答，而楚风也是很快了解了此处的大体情况。第一个好消息是，怨神婆婆与道海仙姑来到这里，的确不是为了那传承遗迹而来，如楚风和圣光白眉猜测一样，他们是在此处发现了另外一座遗迹。但这座遗迹并非是远古之前，而是远古之后，并且这座遗迹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妖王魂种。在几万年前，九魂天河内出现了有一代妖王，那妖王叱咤风云，实力极强，就连九魂圣族对他也是十分忌惮。只是那妖王却不幸染了绝症，可他不甘这样死去，于是临死之前寻得此处远古奇地，在此处布下密阵，将魂魄封于此处，以为经过密阵的淬炼，日后可以重生。但是这妖王失败了，虽然他死去了，可是他的魂力还在，并且经过密阵的淬炼，他的魂力已然成为了可以修炼之物。怨神婆婆、道海仙姑来到此处，为的就是拿到这妖王的魂力。但是这妖王将自己的魂魄封于此处时，便知道重生需要时间，自然害怕有人在此期间找他麻烦，所以他在这妖王魂种内外可是花了极大力气，诸多手段来布置防御手段的。这妖王魂种并非传承之地，想要得到那妖王的魂力，就需要将那些防御手段彻底破除。也正因为知道那妖王乃是几万年前的存在，怨神婆婆他们并不知道他的具体实力，不清楚他布置的防御手段究竟是何级别，所以哪怕怨神婆婆和道海仙姑这样的存在，也没有把握可以顺利开启。于是便请来了他们在其他天河的好友帮忙，那便是星幽谷、银鹤堂以及飞流天门的长老们。而那些长老不仅应邀来，还分别带来了自己门下的弟子们。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量级人物，那便是司徒界灵门的长老。这位长老并没有与怨神婆婆以及道海仙姑等人去初探那妖王魂种，所以很显然，如今坐镇城中那散发着九品武尊气息的强者，便是那位司徒界灵门的长老了。至于王玉贤，虽然也来了，但目前不在城池之中，而是与道海仙姑他们一同去初探妖王魂种了。当然除了这些，楚风还了解到了这些人的实力。此处最强的便是那位司徒界灵门的长老，他不仅仅是九品武尊，据说还是龙变九重的界灵师。至于其他人，除了银河堂的一位长老是八品武尊外，其他人都是八品武尊之下。虽然修为不是特别顶尖，但是其中多位长老的结界之术都很强，
其中有着13位是龙变8众的戒灵师。至于怨神婆婆的修为，宋菲菲并不知晓，但是她却知晓，她师尊的修为道海仙姑也是8品5尊。这个消息对楚风而言倒是一个好消息，这说明此处除了那位司徒界灵门的长老之外，其他人对于圣光白眉而言倒也是不足为惧。虽说在这里遇到道海仙姑等人是一个意外，但他们应该也是可以顺利的进入那座传承遗迹了。菲菲师姐，师叔的女儿叫我们过去。忽然殿门外响起道海仙姑其他女弟子的声音，马上来。宋菲菲立刻起身，且对楚风说道：楚风，你就在这里休息，等我师尊和乐乐他们回来，我再来叫你。似乎听到了宋菲菲的话，外面的那名弟子的声音再度响起：宋师姐，师叔的女儿叫楚风也一起过去。听闻此话，宋菲菲有些意外，我也要去。同时楚风有些意外，看楚风那不太想去的表情，宋菲菲倒是甜甜一笑：走吧，既然叫我们去了，就一起去吧。那可是一个小美女呢。宋菲菲说道：我对美女倒是没啥兴趣，不过你们师叔的女儿难道是怨神婆婆的女儿吗？楚风问道。对啊，就是我师叔唯一的一个女儿。宋菲菲说道。那倒是要去看看，楚风之前可没有听说过怨神婆婆还有女儿的事情，所以也是有些好奇怨神婆婆的女儿长什么模样。于是楚风便与宋菲菲一同起身，他们来到了一座城池中心较为恢宏的大殿内。在这里不仅刚刚的见过的人都在，还有一些楚风没有见过的人，但无一例外都是小辈。楚风猜测很可能在这城池中的小辈都聚在了这里。当楚风来到此处后，那个心幽谷的邱姓男子便立刻投来了敌视的目光，但可能碍于人多，他也只是不善地看了楚风一眼，便将目光收了回去，与他同门的弟子们交谈起来。他们交谈的同时，眼中更是充满了期待，而通过他们的交谈，楚风也知道他们期待的是什么了。他们期待的乃是怨神婆婆的女儿，他们似乎对怨神婆婆的女儿都很有好感，也包括那名邱姓男子，这让楚风更加好奇，那怨神婆婆的女儿到底是何等美貌，能让这些图腾天河的小辈们如此心动。毕竟非要说的话，道海不说王玉贤，只说宋菲菲等人也是颇具美貌的，但显然在这些人心中，怨神婆婆女儿的吸引力绝对不容小觑，至少是远远高于宋菲菲等人的。嘎吱，终于内侧殿门打开，一道身影也是出现在殿门内。只是看到这位，大家不免有些失望，甚至邱姓男子等人更是翻起了白眼，更有甚至唉声叹气，表达不悦。因为这位可不是美若天仙的女子，乃是一个老太婆模样的人，她乃是怨神婆婆的弟子前辈。虽然其他人反应不佳，可是楚风却笑着对怨神婆婆弟子施以一礼。毕竟就在刚刚，这位表面冷漠的人还帮楚风解了围，可突然一道流光自怨神婆婆弟子身旁掠过，径直的冲向了楚风。楚风下意识的便要闪躲，可是看清那位的容貌之后，楚风则是愣住了，因为这位楚风认的乃是宋允，楚风哥哥。宋允在楚风愣神的功夫，已是扑在了楚风怀中，不仅紧紧的抱住了楚风，那精致的小脸更是埋在了楚风的怀中，那亲昵且激动的模样，比之夭夭看到楚风时也是丝毫不差。可不同的是，夭夭是一个小孩子，又把楚风当作爹爹，动作再亲密都能理解。可宋允不一样，她可是一个花季少女，她这样的动作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大跌眼镜，尤其是星幽谷、银鹤堂以及飞流天门的男弟子们，他们一个个被惊得张大了嘴巴，眼神不仅充斥着嫉妒，同时也充斥着怨念，那种目光恨不得把楚风千刀万剐。甚至就连宋菲菲等道姑弟子也是同样十分意外，但楚风却根本没时间理会这些人的反应，而是将宋允从怀中推出后，目光也锁定在宋允的脸上。丫头，你怎么会在这？看到宋允，楚风也十分高兴，上一次一别还是在黑煞老魔的地盘。宋允临走的时候逼着楚风服下了一颗珠子，而那珠子后来则是帮助楚风提升了结界之术，那一次的提升对楚风帮助极大。楚风本来还想找机会感谢一下宋允，却不成想在这里遇到了。不对，丫头你……但是很快楚风反应了过来，看着众人的反应，楚风几乎已经验证了心中的猜测，但他还是不由得对宋允问道：丫头，你该不会是怨神婆婆的女儿吧？是啊。对于楚风问题，宋允面带笑容，重重的点了点头。当宋允确认了自己的身份后，楚风一时之间竟有些哭笑不得，这实在太意外了，因为他分明记得这个丫头之前可是告诉自己，她父母双亡，如今只有一个姐姐与她相依为命。这个时候突然告诉楚风，她不仅有母亲，而且她的母亲还是大名鼎鼎的怨神婆婆。就算见多识广的楚风也是有些吃不消。姐姐。可是忽然楚风想到了另外一个人，于是楚风将目光再度看向怨神婆婆弟子，而刚巧怨神婆婆弟子也在看着楚风，且向来冷漠的她嘴角竟洋溢着一抹颇为戏谑的笑容。这一刻楚风终于想通了，他想通了，当初疑惑的是宋允，楚风第一次与他相遇乃是在霸星山庄。宋允身世可怜，很小的时候脑袋里便被狱中的地狱使种下了毒物，而当时在霸星山庄除了宋允之外，还有宋允的姐姐，她的姐姐叫做宋雪儿。初次见面，那宋雪儿便有些敌视楚风，就像是仇人一样。可楚风明明是第一次与她见面，没有任何恩怨才是，所以当初楚风还不解那宋雪儿为何会敌视自己。现在楚风明白了，既然宋允是怨神婆婆的女儿，那么她的姐姐宋雪儿必然也与怨神婆婆有关系。可是先前宋菲菲说了，宋允是怨神婆婆唯一的女儿，也就是说宋允根本就没有什么亲姐姐。既然不是亲姐姐，就可能是干姐姐，或者是其他关系，那么那个宋雪儿很可能就是怨神婆婆的这位弟子了。本来楚风只是猜测，可是看到怨神婆婆弟子那戏谑的笑容，楚风便确定了自己的猜测，原来前辈叫做宋雪儿啊。
楚风对怨神婆婆弟子说道，看到雨儿就有底气了，居然敢这么没礼貌，敢直呼我大名。怨神婆婆说道，而她这句话也等于是直接承认了，她就是宋雪儿，哪敢对你不敬，只是想到你真正的脸，我实在不好意思继续叫你前辈了，毕竟你可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大美人啊。楚风笑眯眯地说道，而楚风这番话让众人一头雾水，只说容貌的话，这位怨神婆婆弟子怎么看都不和美女沾边才是啊，难道楚风是在调侃她不成？而怨神婆婆弟子则是眉头微皱，显然被楚风当众这样说，她并不喜欢。哎呀，我的好姐姐，你就别装了，大家都是熟人，你就露出真容吧。倒是宋云跑到怨神婆婆弟子身旁，撒娇地扯住了她的衣角，真是拿你没办法。怨神婆婆弟子宠溺地看了宋云一眼，这种眼神与她对待其他人可是全然不同。而她此话说完，便抓住自己的衣衫，随后猛然扯下。当衣衫扯下那一刻，不仅优美的长裙出现在她的身上，她整个人也是发生了变化。先前那个又矮又丑的老太婆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身材高挑、亭亭玉立的女子，白皙的脸蛋，清纯的脸庞，但眉宇之间却尽显冷漠。只说容貌，除了宋允之外，其他女子在其面前全都黯然失色，哪怕宋菲菲等人也不例外。而这个容貌，正是楚风当日在霸星山庄所见到的宋雪儿的样子。原来师姐是这样一个大美人啊！宋菲菲等道海弟子夸赞起来，就连邱姓男子等人看着宋雪儿此时的模样，也是直吞口水。虽说态度冷漠，可是宋雪儿那干净清纯的脸蛋还是很吸引人的。听闻此处来了一个无礼的外人，就在此时，忽然又有一道女子声音响起，顺声观望，在场除了楚风之外，所有人都是脸色大变。而看清那位的容貌与穿着之后，楚风表面虽然平静，可是的内心也是变得紧张起来。这是一名中年模样的女子，她的长相并不出众，但是十分端庄。最主要的是，她的身上不仅散发着九品武尊的气息，她的身上还挂着司徒界灵门的令牌，她必然就是司徒界灵门那位长老，也是此时这个底世界内最强之人。拜见钟兰大人。看到这位女子后，在场除了楚风之外，所有人都是对那女子施以一礼，就连宋允和宋雪儿也不例外。楚风，这我乃是来自图腾天河司徒界灵门的长老，他自身便是九品武尊境的修武者，合龙变九重的界灵师，而他身后的司徒界灵门更是我们整个东域都招惹不起的存在。他来者不善，必然是秋龙他们告了你的状。等一下，他若是找你麻烦，你千万不要顶撞，顺从他的心意即可。你毕竟是我们的朋友，只要你不犯倔，他应该也不会太过为难你。众人施礼之际，一道暗中传音也是映入楚风耳帘，乃是宋雪儿。这宋雪儿果然口是心非，表面对楚风冷漠，可实际上却很关心楚风。在下楚风拜见钟兰大人。楚风也是对着司徒钟兰施以一礼。其实楚风看到他紧张，并不是害怕他的修为，而是害怕他已经知道楚风在诸葛家做的事情，怕他已经知道楚风这个人。若真是如此，那楚风可就要倒霉了。但是看司徒钟兰的反应，他乃是第一次看到楚风，显然他还不知道楚风在诸葛家已经与他司徒界灵门的人结下了恩怨。楚风，你就是那个无礼的外人？司徒钟兰凝声问道。钟兰大人。见状，宋雪儿就要开口，我问话的时候不用你来多嘴。可他话未说完，便换来了司徒钟兰的怒斥，这让宋雪儿与宋云等人的脸都是变得不安。看着司徒钟兰这个架势，绝对是来难为楚风的。回前辈，楚风的确刚刚来到此处，但是受仙姑邀请而来，但我应该不算外人。楚风说道。原来是仙海道姑的人，这就是你敢挑衅我图腾天河的底气吗？司徒钟兰问道。他此话一出，楚风和宋雪儿不由得看向了邱姓男子等人，他们知道必然是这邱姓男子添油加醋搬弄是非了，因为楚风并未挑衅过图腾天河。感受到楚风和宋雪儿的目光后，那邱姓男子也是一脸得意，这更是验证了楚风等人的猜测。但楚风自然不会任由旁人白白的在自己身上泼脏水，于是赶忙对那司徒钟兰开口：前辈，住口！可是楚风刚刚开口，就换来了司徒钟兰的怒斥。而与此同时，司徒钟兰从怀中取出几道符纸，看着那符纸，他的脸色更是变得复杂起来，那是紧张、意外与不安所交织的复杂情绪。宋云，你告诉你母亲，我有事先走一步，此处一计，不能帮他了。随后，司徒钟兰对宋允说完此话，便身形一纵，离开了此处。对于这一幕，在场之人皆是一脸不解。可是楚风刚刚却看得清楚，那些符纸可不是寻常的符纸，乃是命符。所谓命符，便是在一个人的灵魂布置阵法所留下的符纸，在一定距离内，命符可以反映出那个人的生命状态。而刚刚司徒钟兰所拿出的命符，无一例外，全都是非常虚弱。那命符的主人，怕是已经活不了多久了。刚刚拿的命符，应该是与诸葛家遇到的那批司徒界灵门的人有关吧？难道是被楚风少侠所伤，所以才会如此虚弱？圣光白眉的声音在楚风耳边响起，这是暗中传音。虽然圣光白眉没有露面，可却凭借念天道人的手段，一直隐于暗处。刚刚的一切，他与念天道人也都看到了，应该不是。看那司徒钟兰的反应，那些命符应该是刚刚才突然出现的问题，否则他不会这么急着离开。念天道人也是给出了自己的猜测。楚风少侠，你怎么看？圣光白眉对楚风问道。时间上的确不符合，应该是与我无关。至于司徒界灵门的人究竟是遭遇了什么，那就只有司徒钟兰知道了。不过既然命符有效，应该距离也不会太远吧？楚风问道。司徒界灵门这种势力，倒是能够打造出极强的命符，但也不可能超出天河范围，多半是与他一同来到九魂天河的人。念天道人分析道。那也许就是诸葛家遇到的那些人，司徒钟兰必然是去找他们了。这样看来，那司徒钟兰也迟早会知道我的事。看来我们要抓紧了，要在那司徒钟兰回来之前，
离开这里。楚风说道：“那楚风小友，你将这几个杂碎杀了，然后我们去传承阵法。”圣光白眉说道。而他所说的杂碎，自然是邱姓男子等人。毕竟这些家伙从一开始就刁难楚风，楚风没有理会他们，乃是忌惮那个司徒钟兰。现在司徒钟兰都走了，又有圣光白眉做靠山的楚风，可以说不惧怕任何人，自然也就到了寻仇的时候了。而在楚风与圣光白眉暗中交谈的时候，宋云也在因司徒钟兰突然兴师问罪的事情而审问邱姓男子。宋姑娘，你真误会了，真不是我去告的状，真的不是我。而那邱姓男子也没了先前的嚣张得意，此时乃是一脸委屈。你当我傻吗？不是你还会是谁？你们真是欠收拾，找别人麻烦也就算了，敢找我楚风哥哥麻烦，我宋允绝不纵容。姐，给我狠狠地收拾他们一顿。宋允自然不相信他的鬼话，话罢看向宋雪儿，示意宋雪儿教训邱姓男子。算了，雨儿，就算真的要收拾他们，也还是等你娘亲回来再说。然而宋雪儿并没有出手，她不出手自然也是有她的顾忌，毕竟这些人乃是怨神婆婆和道海仙姑请来的。而听宋雪儿这样说，宋云也是有些犹豫了。收拾他们很容易，但却会给到海仙姑他们添麻烦。今日先算了，等他们离开这里再和他们算账。楚风说道。倒是楚风小友考虑周全，念天道人也开口了，虽然嘴上是夸赞楚风，可实际却是在讽刺圣光白眉。别看圣光白眉活了一把年纪，可是他被人奉承惯了，也对人霸道惯了，有时候处理人际关系还可能真就是不如楚风。但圣光白眉的性子自然听不得念天道人的讽刺，不过可能碍于楚风在这里，他也没有与念天道人计较，而是白了一眼念天道人，便对楚风说道：“就依楚风少侠。”而决定之后，楚风也不耽搁时间，直接叫了宋允和宋雪儿还有宋菲菲三人。他们进入宫殿内厅，楚风交代了2件事。第一件事，楚风是误入此处，并非道海仙姑邀请而来，先前说谎是看出那邱姓男子想找麻烦。而第2件事，便是楚风有急事要处理，所以要离开此处。对于第一件事，宋允、宋雪儿以及宋菲菲都是十分理解，没有任何人责怪楚风。至于第2件事，宋菲菲倒也没有太大反应，可是宋雪儿和宋允却不一样了，尤其是宋允，就像是还安排楚风跑掉一样，一把抓住了楚风。楚风哥哥，你别急着走啊，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可是妖王魂冢，我娘亲为了开启这里，可是耗费多年，收集了许多东西。妖王魂冢若是开启，我们进入其中，说不定会有很大的机缘。宋允对楚风说道。这妖王魂冢开启大概要多久的时间？楚风之所以这样问，其实也是因为他心动了。楚风迫切的提升修为，此地的传承遗迹是机会，那么这里的妖王魂冢其实同样是机会。这个不好说，妖王魂冢还是挺凶险的，需要慢慢来，但是不出意外，应该是可以开启的，最多是花费的时间久一点。宋允说道。我有一件事要处理，这样若是来得及，我再回来。楚风说道。那你要去多久啊？什么事这么急？要不要我和我雪儿姐陪你去？宋允问道。不用，我自己可以处理，你们就留在这里即可。楚风说道。随后宋允还是有些不甘心，但是碍于楚风坚持要走，他也是同意了。随后楚风便离开了这座城池，但是他自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而是在圣光白眉的引路下向传承遗迹的方向行去。楚风少侠真是艳福不浅啊，我看在场的小姑娘对楚风少侠都有想法，但我觉得配得上楚风少侠的只有3个，那就是宋允和宋雪儿。当然了，那个宋菲菲长得还行，也是道海仙姑弟子，勉勉强强也能算得上一个。途中圣光白眉笑嘻嘻地说道。白眉前辈，他们只是我的朋友。楚风说道。楚风少侠，你拿他们当朋友，可是他们却不想做你朋友。宋菲菲和宋允老夫都不说了，就连那宋雪儿看你的眼神也很特别。老夫是过来人，老夫看得出来，那宋雪儿也是对你有想法的。宋菲菲可以不要，到宋允和宋雪儿这俩丫头可不要错过，你莫要辜负了人家。圣光白眉劝道。白眉大人，你既然是过来人，那你也能看得出来，楚风小友对他们并无爱意，你这样不是难为楚风小友吗？念天道人替楚风解围道。念天长老，你光棍一个，可别拐坏了楚风少侠。再者说了，男子汉大丈夫，3妻4妾不是很正常的事吗？需要喜欢吗？长得好看不就行了？圣光白眉说道。白眉前辈，我知道您是好意，但是我觉得别人喜欢我很重要，但是我喜欢他也很重要，唯有相互喜欢的才能真的幸福，如若不然，不仅自己难受，对另一半而言也不公平。楚风说道。楚风少侠果然是真性情，但老夫觉得人家姑娘都不介意的话，你又何必介意呢？圣光白眉说道。见状，楚风摇了摇头，每个人观点不一样，这种事情还真是难以劝服对方，尤其这个武者世界，别说3妻4妾，多少活了几千年的人，娶了几百个甚至几千个女子。到了闲聊之际，圣光白眉忽然止步，且快速的飞掠而下。下方原本只是平常的草原，可在圣光白眉拿出结界钥匙之后，一道结界门浮现而出，楚风3人穿过结界门，映入眼帘的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传承遗迹被隐藏结界覆盖，此时浮现在楚风眼前的仍是一片草原，这草原与外面看到的可以说没有区别，但唯一的区别是在眼下这片草原的远处有着一道由古老石头砌成的地宫入口，想必那就是传承遗迹的入口。楚风少侠先别动。就在此时，圣光白眉开口了，而他的话语也是让楚风确定了，那就是传承遗迹的入口。之后圣光白眉又连续取出2把结界钥匙，在入口外又连续破除了2道结界机关，那结界机关十分隐秘，足以证明前任圣谷的圣主结界之术很强，多半是神袍界灵师，甚至不是寻常的神袍界灵师，否则无法布置出如此强横的结界阵法。至少若不是圣光白眉拿出结界钥匙破开那结界机关，
楚风多半也会落入结界机关之中，甚至难以逃生。楚风少侠，我圣谷留下的守护结界，老夫都已经解开了。这入口虽不是结界门，可其中却有着隔绝的作用，只有小辈可以进去，我们是进不去的。接下来就只能靠你自己了。你进去也要量力而行，若是真的遇到没有十足把握可以应对的地方，你就回来。记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你的天赋，此处的传承遗迹只是锦上添花，有它没它，对你日后的成长影响都不大。圣光白眉语重心长地对楚风嘱咐道：“多谢前辈提醒，我会小心的。”楚风也不犹豫，告别之后，直接踏入了那传承遗迹之内。起初，楚风还是小心翼翼的，可是后来发现，这里面虽有结界关卡，可是杀伤力其实并不强。楚风非常轻松的就将那些他所遇到的结界关卡破解。本来楚风觉得很可能是前面的关卡容易，后面比较难，但是没过多久，楚风在这地宫之中发现了尸体。那尸体早已化作森森白骨，说明死去多年，并且他们遗留下的东西足以证明他们就是圣谷的先辈们。只是他们的身上并没有值钱的东西，就连乾坤袋都不见了，想必都是被其他进入此处的人拿走了。随着楚风前行，遇到是尸骨越来越多，全部都是圣谷的尸骨，甚至一些尸骨身上开始出现乾坤袋和兵刃等值钱的东西。楚风将这些东西都收了起来，倒并不是打算占为己有，而是打算归还给圣谷。毕竟这些可以说得上是圣谷先辈的遗物，的确是先辈，哪怕他们进入此处时是小辈，可若要争论辈分，也许他们其中的一些人比当今圣谷的老一辈还要大呢。看来圣谷的先辈们对于结界之术的掌控并不强。楚风一路前行，做出了这样一个评价：一路走来，在这传承遗迹内，楚风所遇到的所有关卡考验的都是结界之术，无论是隐藏的结界阵法，还是明面上的结界阵法。对于楚风而言，所遇关卡十分简单，哪怕到了后面，也没有能难住楚风的关卡。而这些森森白骨几乎都葬于结界关卡处，说明的确是被结界阵法所杀。这对于楚风而言，毫无挑战性的结界关卡，却夺走了许多人的性命。楚风继续前行，可心中确实越来越没底了，因为到了后面，已经看不到圣谷先辈们的尸首了。可是楚风能够感受到，那结界机关虽然完好无损，但并非第一次触发，说明在他之前，有人触发过此处的结界机关。这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圣谷的先辈们，有一个较为出众之人，他死在了传承遗迹深处，是他破开了诸多关卡。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可能，那就是除了圣谷之外，还有其他人进入过此处。若是圣谷之人倒也罢了，若是其他人，那楚风就不得不怀疑，那传承遗迹是否还在。此处的结界机关可以重复开启，就算曾有人进入深处拿走了传承遗迹，这里的结界机关也会在。倘若真的早在多年前，此处的传承遗迹就被人拿走了，那么死在这里的圣谷先辈们可就死得太冤了。当然，这也只是一种猜测，很有可能就算不是圣谷之人，但此人也未能走到最后。至于他是否走到最后，只有一个方法验证，那就是楚风走到最后，来看一看传承遗迹是否还在。进入地宫足足1个多时辰之后，楚风不仅突然止步，就连眉头也是微微皱起，一种很不是滋味的情绪在楚风心中涌现。眼下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道关闭的巨大石门，这石门每扇门上面都有一道阵法，想破开这道门还真不容易。雨莎好像不太妙啊。站在此门前，楚风越是观察，心中的那复杂的情绪越浓。怎么了？雨莎也是问道。没事，楚风没有说，而是开始布阵破解。但其实楚风的心中突然变得很不是滋味，甚至有些沉重，是有原因的。根据他以往的经验，楚风觉得这道布有阵法的石门很不简单，比之其他结界机关，破开它的难度可以说提升了几倍都不止。正常来说，这样的手段应该是最后的关卡，若是打开它，后面很可能就是传承遗迹。但直至此时，楚风都没有发现那曾破开诸多结界机关之人的尸骨。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那个人死了，但他也是死在了这道门之后。至于第二种，就是楚风担心的，那个人已经成功拿到传承遗迹，离开了此处。若是第二种，那对圣谷而言可真是一场极大的悲剧。楚风在意并非是自己白跑一趟，毕竟破开此处的结界机关于楚风而言并不难，他并未付出太多，他在意的是圣谷那些死在此处的先辈们。一路走来，楚风看到了太多的尸骨，只要想到这么多生命，这么多曾经圣谷的天才们，居然是因为一个不存在的传承遗迹而葬送了自己的性命，哪怕楚风非圣谷之人，也是感到难过。若是这件事传到圣光白眉等人耳中，那他们又会何等的痛苦。但不管真相是残酷的，还是值得期待的，楚风都要解开。伴随破解阵法开启，石门也是开始剧烈颤动，但楚风的破解阵法很是成功。很快，石门上的阵法被破解，紧闭的石门也是开始缓缓开启。只是当石门开启出一道缝隙，还并未彻底打开之时，楚风便愣住了。楚风看到了一道身影，就站在石门后面。楚风注视对方的同时，对方也在注视着楚风。那位可不是尸首，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